Hello，各位，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博客观实验室，也是很久没跟大家录视频了。我们刚刚从华为的这个 Mate X-TS 非凡大师的新品发布会上回来啊，我也是拿到了这款产品，然后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开箱，以及跟大家聊一聊这款产品和之前的这个 X-T 究竟有哪些不同。如果你现在正在用 X-T 的话，你要不要更新到 X-TS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那为了给大家展现更沉浸的这个视角，我们就拿第一人称来看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全新的 logo， 以前非凡大师的 logo 不长这个样子啊，现在这个新 logo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然后我们拿到的是白色的版本16+1TB 的。除去手机本体之外呢，还有一个笔，就是它的这个 M Pen 3代。这个笔并不是给非凡大师单独出的啊，它支持 MatePad 2023、2024以及华为这个 MateBook 14寸的笔记本电脑啊，都是支持的。所以就是以前的一个笔，这次支持了这个 X-TS。在用初代 X-TS 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我说这个机器屏幕这么大，为什么不支持手写笔啊？这次2代也支持了，非常好。拆开，非凡大师的这个盒子都是非常大的，因为它默认这个手机的里面是展屏的状态嘛。OK， 哦，跟1代的这个陈列方式是一样的啊。手机本体先放到一边去，来看一下下面都有什么。这是那个新的100瓦的小充电器啊，这个充电器的尺寸比之前的充电器尺寸小非常多。然后这个就是老朋友了哦，也不是，这是个100瓦的。我记得以前好像是一个66瓦还是88瓦的车充，现在是一个100瓦的车充，而且是可以同时插2根线的。因为这个口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华为的2选1口，你要么插 C 口，要么插 A 口，你不能2个都插。但下面默认给了一个，这是30瓦的一个 A 口。上面这个是一个100瓦的 C 口，这个还不错，也是一个新的配件。这边2根数据线哦，妈呀，2根数据线包的这么好。卡针，这应该是一个卖1000块钱的那个保护套吧。没错，这次的这个保护套默认的是给了翻盖的这个位置。大家都知道，上一代的这个保护套默认的时候只有一个底盖，还有一个侧边的包裹，就是这边的这个侧边包裹啊，顶部的这个最外这个屏幕它是不保护的。这次的这个全新的顶部的这个也是给保护的，并且有这个视窗的功能，就是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滑动接打电话。下面也是一个可以旋转的这个金属支架，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来把上面的这些保护贴撕一下。OK， 先放到一边。然后手机的本体是我最喜欢的白色，非常有高级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次在这个最外层的这个面上面做了一些纹理啊，摸起来有防滑的效果。这也是从外观上除了颜色之外，我们可以区分1代和2代之间最大的这个区别，防滑性还是不错的。正面没折过的状态。其实整体来看的话，这个设备从外观上、从造型上和1代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，但是摄像头的部分做了一定的升级，3颗摄像头全都升级成了 ROYB， 并且支持了红枫原色影像啊，这个在拍照的时候肯定是相较于1代有更好的表现。我之前之所以不用1代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拍照确实差点意思，就哪怕达到 X6 级别的这个效果也不错，但是之前的1代不太行，这次的这个2代很明显要好很多。我们把这个官方的壳子套上看一下，侧边也可以保护，正面也可以保护，这样你丢到包里面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说划伤了这个最外的这个屏幕，这样直接扣上就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开机给大家看一下系统方面有哪些变化。整体这个薄厚啊什么的，我觉得是跟初代变化不大的啊，
还是共用了同一个模具。如果在后边这个位置放一下它这个全新的 logo， 我觉得会更好。现在这个略显低调，并且大家可以看，它在这个位置也没有放这个新的 logo， 这个名牌也是跟 XT 一样的这个名牌。OK， 已经进入了，我们就为了给大家快速展示，全都跳过。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写笔啊，它没有办法像 Pad 一样直接吸在这个电话上面，所以说呢，很有可能你用着用着把它丢了。而且呢，由于不能吸啊，它也不是一个可以支持磁吸补电的，你需要这样给它拽开。这是一个 USB-C 的手写笔，大家要记得给这个笔充电啊，不然的话你用着用着哪天它没电了也很尴尬。然后我们一直按住这个笔的上面这颗按键。OK，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已经跳出这个连接了，并且默认它是开启星闪的，下面有标识。还有一些功能，模式切换、书写模式、空中鼠标模式。这空中鼠标模式不错啊，就有的时候你把这手机支在那儿，然后你想远端这么一直去刷抖音。我之前买过那种翻页戒指，就戴在手上，让它上下按键去刷抖音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啊？有了这个笔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这样远端去刷新，这还不错。三星砍掉的一些功能，华为都支持了，真不错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写笔的功能啊。我刚才本来想给大家展示这个 PC 应用的功能，但是由于我手里这台机器它现在这个版本还没有达到最新的版本，所以我们不能去展示那个 PC 应用，可能要等到12号正式上线之后才会更新这个 PC 应用，就是 PC 版的 WPS 啊、炒股啊等一系列的软件。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去演示一下这个手写笔，大家可以看还是非常跟手的，并且你点一下这个最前面的菜单呢，它就会有一些快捷菜单啊，可以进行快速的编辑。然后我比较想说的是这个所谓的空鼠模式啊，就比如说我们在刷抖音的时候，这么大的屏幕啊，我们用这个它官方的这个支架把它架在桌子上，是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使用场景？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去隔空刷抖音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笔后面的这个笔帽这样拽一下，它就进入到了空鼠模式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摁这个上下按键啊，就可以进行快速的翻页。哎，你躺在床上，把它搭在手机支架上，就这么刷抖音，我觉得还是非常爽的吧。然后想要切换的时候呢，就把它再这样快速切换一下，它就切回来了。在空鼠模式下的时候呢，我们按这颗空鼠键啊，这颗按键，短的这颗按键叫做空鼠键。我们按它的时候呢，这个光标就可以在屏幕上进行移动。你想要去点哪些比较精细化的地方，比如说 OK， 比如说想点它头像，你可以看它的其他的视频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到详情页。比如我想看这个，我们就可以看这个，然后再快速的这样拽一下，它就可以切回到正常的模式。在这个模式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用接触屏幕的方式啊，去快速的刷抖音。这个笔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如果说你想要去换这个最新的 XTS 的话，我觉得其实除了性能、影像这两个点之外，更大的一个更新的点就是这根笔啊。如果说你日常有一些签注文件啊、批注的这个需求的话，我觉得这根笔还是很好用的。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了第一代的三折叠啊，那我给大家的建议是，你去看一下这个第一代三折叠现在能不能满足你。如果你只是日常去做一些简单的办公应用的话，你对笔的需求没有那么大，你就是去看一些报表。我觉得其实一代的三折叠你并不着急去换，因为二代的这个更新并没有那么大，但是你不满足于一代的影像，或者说你觉得这个麒麟9010这颗芯片去打游戏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问题，还是不太跟手的话，那麒麟9020就是现在华为可以给到你的最好的一个设备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点进这个系统之后呢，这个位置已经显示了它的处理器啊，麒麟9020，这是在 P280 之后第二款显示处理器的华为机型，也就证明了麒麟9020这颗芯片现在已经完完全全的可以不依靠海外的任何技术，完完全全自己进行生产。就是我现在告诉你了以后，你知道了这件事儿，你也没办法卡我脖子。这就是一个
完全自主研发的芯片。还有就是由于这个机身结构没有变化，所以电池的这个容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但是麒麟9020，如果你用过 Pure X， 你用过 Pure 80系列的话，你就会知道，它虽然和 Mate 70一样都是麒麟9020，但是这两个新的机型，就是 Pure 的两个新的机型，它由于采用了新的这个工艺，所以说同样都是麒麟9020，但是这两个机器的功耗要好一些。那你如果觉得你的第一代三折叠的这个功耗麒麟9010可能这个电池不是特别耐用的话，那你现在换到了麒麟9020的这个 XTS 的话，它的续航能力也会有一定的提升。那更多相关的内容呢，我们会在深度解禁之后，也就是9月12号之后给大家带来详细的评测。如果说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关注不客观实验室啊，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搜索不客观实验室，并且在后台回复一下不客观，我们客服会把它拉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，咱们一起可以在群里探讨更有意思的内容。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